嘿，大家好，我是 Ace。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 combo 型玩家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如果大家記得吧，昨天啊，我們又是看這個 combo 型玩家。那但是這次我們看的 combo 型玩家就有點不同。那因為昨天也說過，就是現在 combo 型玩家，我對於他的評價是褒貶不一。那為什麼？是因為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如果你想把這個 combo 型的打法用在現在2026年的話，你是需要有一點與時並進的改動在裡面。那這個對手啊，就是有做到我昨天所說的與時並進的那個效果在裡面，就是他把這個 combo 型打法融入了現在這個 meta 用法 meta 英雄裡面，就讓這個 combo 型玩家 combo 型打法就變得更加的實用，而且風險更低。對，那所以的話，今天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與時並進的 combo 型玩家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已經來到這個第一回合的尾聲了，這邊的話抓到直接給他宙斯 SD。那其實宙斯 SD 的那個施法是，如果要做到最理想的效果的話，是要抓到對面沒有防禦的英雄，然後再下那個 SDR， 那這樣就可以給這個非常大的輸出。OK， 這邊呢，我頭盔還有，那披風還沒開，直接用披風踢他，然後逼他的披風開起來。那因為如果他剛才不開披風的話，他是很大機會直接死掉的。OK， 這邊的話，兩邊技能都用的差不多了。那因為我的頭盔就比較早一點開，所以我現在的頭盔又回來了。那這邊的話，我就有這個技能優勢，那就可以進取的更大膽一點。對。那這邊可惜還讓他射了下去，那我們還是要小心一點，小心他的 SD 也存好啊。那我們就嘗試一下，哎呦抓到。那這邊的別換英雄，因為換的話很大就會被他反殺。那這邊哎呦可以抓到，那直接把他踢下去，減低這個被技能反抓的風險。那拿下這個第一回合啊。那第二回合的話，一開始也是先用超蟲來一點博弈，就是超蟲的博弈，就是在前期階段盡量把對面抓住，然後給他黑毛 combo。那這邊的話，繼續給他第二套黑毛 combo， 那個就是李舜臣的弱點，就是就算黑毛 combo 打完一整套，他的能量呢還是不足夠用一次的。那所以的話，我們就可以很順利的給他兩套黑毛 combo。OK， 這邊的話，哎呦可惜。那可以看到，給他兩套之後，他的血量就被我拉開了差不多1/3。那不錯了，這邊又給他一套黑毛 combo， 那血量就大大拉開了。那我們繼續給他黑毛 combo 第4次。那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黑毛是現在這個版本比較好用的英雄，而不是毛筆，那是因為我用這個水龍來配合的話，是可以很容易就打出非常誇張的輸出。我這邊呢就可以看到，他已經用了這個，我會說是與時並進的那個 combo 啊，都是 combo 型打法，在2026到底怎麼樣才能降低風險，增加這個輸出的時機？那其實啊，就是像他現在一樣，用 meta 英雄來配合那些不同的切英雄的打法，例如說梅菲斯特作為這個起手式。然後用這個鎖鏈術士抓地板，也是一個現在2026年來那些 combo 型玩家與時並進後的那些 combo 型打法的主要英雄之一啊。OK， 這邊的話好險，那可以看到，就我的血量已經被他這個 combo 型打法大大拉起來了。OK， 這邊的話又是流放者披風的一個大的那個弱點，就是有一定的幾率會傳送到這個掉落區上面，然後也會來不及反應，直接掉下去。那剛才就直接發生了這種狀況，讓對面拿下第2回合，來到這個第3回合，又是他開始他的 combo 型打法。那也是像昨天所說，如果看 combo 型打法的玩家在前期抓到你的話，第一啊，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以反擊的手段的。那你唯一的做法就是像我一樣，用這狂戰巴薩來作為這個反擊手段啊，其中一個或者是唯一一個反擊手段就是強制變大，強制把對面的 combo 中斷。那這邊基本上是唯一的解決方法。要我說的話 ，OK， 這邊的話可以。那我們小一點，別讓他打倒地，在那個技能來之前。那因為如果再被他打倒第一次的話，那個血量就會讓他拉非常非常多起來。OK， 那這邊的話，技能好了，那我們就不要扣技能，那我們就速戰速決啊。那因為技能扣的越久的話，
對我們後期的戰局啊，其實不太有優勢。那這邊就可以 SC 就逼了他的超新星 S 那個頭盔啊，那哎呦這邊可惜，那可惜點是什麼？那就是剛才那個湯皮的衣服還差一點點，就來不及用來抓他，不然他剛才啊，他應該是沒有術式的，那直接抓到直接開，那就可以給他一個非常致命的傷害啊！哎呦，這邊啊可以，那這個他抓到我了。如果沒記錯，他是用這個巫毒術式來進行 combo 的。OK， 那這邊別擔心，因為其實這邊非常接近這個掉落區。如果他這個僵屍模式碰到那個掉落區的邊邊，它是會直接變回正常人，然後飄走的。那像剛才一樣，那這邊就是因為剛才碰到那個掉落区邊邊啊，直接讓我抓到這個反擊機會，讓他直接失去了剛才那個獲勝的權利啊。OK， 那這邊來到第4回合，那一開始他是選擇這個惡魔作為這個主要英雄來進行對戰。那可以看到他已經換了這個拉比亞的衣服啊。那在2026年啊，拉比亞的衣服非常之好用。那因為可能是大家也發現一點，就是這個衣服所給予的那個傷害的 buff， 因為拉比亞的衣服它效果是增加防禦、增加攻擊跟那個增加速度的那個效果，而且它有這個倒地起来的時候，它有那個類似光輝之翼解除異常狀況的這個效果在裡面。但是說這件衣服啊，是現在其中一個比較好用的 meta 對我來說，如果你這個英雄啊是一隻單英雄單兵能力非常之強的一隻英雄，例如說他現在用的這個惡魔或者是吸血鬼那些單兵能力非常強的英雄啊，那拉比亞達是你其中一個非常之適合你的一件裝備，那直接把攻擊拉滿，然後把人活活的打死。對，這邊可以。那前期壓制的不錯啊，他的血量已經被我來那個壓倒性的壓制。那但是我們還是不要掉以輕心。你可以看到我為什麼沒有開技能，那其實因為每次的開技能都會增加自己被抓到的風險，所以的話，如果這個血量優勢拉這麼大的話，我是會選擇保守一點，就直接用這基本功跟他打架，就不要貿貿然開技能，增加自己被反殺的風險了。OK， 這邊的話可以。那他的那個盔甲還沒開，那如果我沒記錯，他是有這個把人變成僵屍的一件衣服，所以的話，我們就盡量進攻同時也要小心一點，他用這件衣服，所以的話，我們就進攻同時就不要進攻太過於進取，也是有一點能進能退的空間在啊，就不要那麼容易被他抓到。OK， 這邊他開了這個妖術盔甲，那我們就小心一點，小心他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OK， 這邊吃了吃秘籍，然後哎呦跳開啦，沒事了。